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岁暮鸡下的冤魂。案件呢，就开始于康州一个有名的叫新镇的小城市。这里呢，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离纽约很近，许多纽约的上班族呢都住在这里。其中有一户姓克拉夫茨的家庭呢，先生理查呢是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那太太海伦呢是来自于丹麦的贵族家庭，当时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这个空乘人员。两人结婚多年呢，育有2子。大的8岁，小的3岁嘛，都非常的聪明可爱。由于他们离家工作频繁呢，还从蒙大拿州请来了一位保姆呢来照顾孩子。克拉夫茨夫妇呢，往往出差1个星期后呢，就可以在家休息1个星期嘛。因此，他们一有空呢，就会带小孩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与邻居呢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理查还担任了义警，来协助警察巡逻。他也是社区活动中心的防身术的义务教练。他们夫妇呢，也算是在当地小有名气了。许多人都羡慕这个恩爱幸福的家庭。那在1986年的11月30日呢，海伦呢没有去上班，也没有打电话向公司请假。主管于是就打电话到他家里，是理查接的电话。他也表示惊讶，因为在感恩节前后呢是航空公司最忙的季节嘛。那海伦几天前就匆匆离家，他说我还以为他是在加班呢。不过他在电话里就说呢，不必过于担心海伦呢有可能是趁假期呢回丹麦的娘家去了呢，因为岳母大人最近身体不好嘛。而且他还笑着说呢，海伦已经过了离家出走的年龄了，一定是临时有事才赶不回来的。但是当公司的同事打电话到丹麦的时候呢，海伦的母亲却说女儿根本就没有回娘家。当时海伦的主管就转告了理查时呢，他呢当时就开始紧张了，因为往往海伦不管是出差几天呢，有空就会打电话回来问候家里人和小孩的。可是现在已经有1个多星期没有音讯了下落不明，现在又证实没有回娘家。那么海伦究竟在何处呢？于是他们决定报警，警察局呢马上列为了人口失踪案来处理，而派了1名刑警呢前往了克拉夫茨家呢了解情况。理查呢也恳求警察局全力以赴，并向刑警描述了他最后见到海伦的情形。他说那是在11月8日的下午海伦从德国飞回美国后到家呢，全家人一起吃了顿晚餐。饭后呢，保姆下班外出约会，说要很晚才会回家。他们在家里闲聊呢，与带孩子。那小孩上床睡觉后呢，海伦因为长途飞行疲惫呢，也就早早就寝了。第2天呢，海伦起了个大早理查还在睡觉，他也没有吃早餐就匆匆离家了，还告诉他呢要赶飞机。那后来呢，他起床的时候家里已经停电了，他便送小孩呢到他的姐姐家了。因为平时出差呢，想利用假期呢将家里整理一下呢，期间有可能呢海伦曾经打电话回来呢，但是家里停电，他又忙于修缮呢，而不知道事态的严重。那刑警在进一步的问询海伦当晚的情绪时呢，理查承认当时他并不太高兴，因为他曾委婉的指责他呢，叫他多顾家，多照顾小孩不要到处交男朋友。那刑警就问这个理查海伦外面是否有男朋友呢？理查呢很难为情的就表示说他曾经怀疑过海伦有婚外情，因为海伦曾经在他出差的时候多次打电话呢到加州，而且海伦会不会私奔到加州呢？所以警方呢就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就找到了海伦的汽车，而汽车呢已经停在机场几天了，显示几天前呢海伦曾驾车呢到过机场。那刑警马上就调查海伦打往加州的电话号码，发现这位加州的朋友呢是在搭飞机时结识海伦的，但是呢他们仅仅是止于普通朋友，并坚称呢不知海伦的去向。警方呢再次向航空公司调阅19日飞往加州的乘客记录呢，都一无所获。那海伦私奔到加州的可能性就几乎为0了一位身高1.75米、周游世界各地的社会经验丰富的空服员怎么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刑警在着急海伦的孩子也在纳闷。那理查呢更是不解了。这个时候呢，罗拉和海伦呢是同一班飞机的这个空服员，他就回忆到说18日从德国飞回美国的时候呢，海伦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罗拉就问他有什么心事海伦当时就说呢，自己怀疑自己的先生有外遇，同时呢委托了私家侦探来调查。结果呢，理查呢果然有外遇，他已经决定回家后要正式的提出离婚了。罗拉就说呢，当时海伦怪怪的，还跟他说了自己有一种奇怪的预感，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呢，千万不要怀疑这是意外，要站出来主持公道，替他伸冤。所以呢，海伦失踪呢与理查呢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到目前为止呢，大家除了知道理查是个飞行员外，他的背景呢并不为人所知。那经过刑警的调查之后才发现呢，理查其实是颇有来头的。他曾2次呢参加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在越南和老挝呢2地参与过空援计划，
是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前中央情报专员。再进一步调查才发现呢，近年来啊，海伦与理查的情感呢是不和的。海伦一直怀疑理查呢在外面有女朋友，而且可能还有好几个。而且这个理查回家的时间还越来越少，双方沟通的机会更少。那海伦呢，曾为了咨询有关于离婚的事情去找过一位女律师，刑警马上就跟这位女律师联系了。而律师表示呢，1个多月前呢，海伦曾向他咨询过离婚的事务，因为他怀疑理查可能有外遇嘛，所以他就请律师帮忙争取小孩的抚养权。同时他也说明了理查有暴力倾向，有时候呢还会动手打他，他要尽快结束这段婚姻。那律师当时就建议海伦呢，先找侦探呢确定理查有婚外情，再正式的提出离婚。于是海伦便委托了一名叫梅尔的私家侦探。当警方拜访梅尔时呢，他就一口咬定海伦失踪绝对与理查有关。他说自己跟监了理查几天拍了许多照片，就发现理查在纽约长岛与新泽西州等地呢都有女朋友，他们都是航空公司的空服员。他回忆到呢，案发前的2个多星期呢，他将理查与不同的女友亲热的照片拿给海伦，当时他伤心欲绝嘛，表示这一次任务回来之后呢，就要正式的提出离婚。那另一方面呢，刑警向保姆呢查询海伦失踪后前后的情形。保姆表示呢，当天晚上他约会结束回到家时大约是第2天的清晨2点钟左右嘛，他就听到了重物落地一声，后来就不再有声响了，他便继续睡觉了。那早上5点半呢，就被这个理查叫醒。保姆就回想当时风雪很大，理查却将他和小孩的东西都准备好，因为房子停电了，他要开车载大家到他姐姐家。当时他就问理查呢，海伦去哪儿的时候呢，理查说他已经先去他姐姐家了。那理查的姐姐呢，住在80里外一个名叫西港的城市。到了西港时呢，海伦并不在该处而理查便随口应付了说他可能加班去了。当时保姆就注意到呢，当他们离家的时候卧室的地毯上是有一块很大的污渍的。理查就说自己会在第2天的下午4点来接他们，但是呢，第2天一直到晚上的9点多钟的时候他才姗姗来迟。那回到家之后呢，保姆就发现卧室和走廊的地毯都不见了，家具的位置呢也都移动过了。当时这位未满20岁的保姆就觉得理查很神秘，也有一点凶恶和恐怖的感觉，于是他赶快辞职就回蒙大拿的老家去了。那警方逐渐就确认了海伦的失踪与理查呢是有关联的，便来询问他呢是否知道海伦的下落。理查坚决地否认知情，并说呢他比任何人都要焦虑呢，希望知道海伦的下落。那刑警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测谎呢，理查呢也一口答应了，希望呢警察能够还他清白。结果呢测谎显示他没有说谎。那李昌钰说我们排除了海伦离家出走或者是私奔的猜测嘛，认为最大的可能呢就是海伦要求离婚而遭遇了理查的杀害，所以我们就决定呢朝命案的方向来侦查。如果海伦真的被理查所杀呢，他的尸体呢会在何处处理呢？我们认为只有2种可能嘛，第一就是埋在地下，第2呢是丢到河里。总之呢，人体不会被蒸发的无影无踪嘛。通常来说呢，搜寻这类离奇失踪的第一站呢，那就是家里了。得知这个理查带小孩到佛罗里达州去过耶诞节了，便向法官申请了搜查令，全面搜查理查的住宅。进门后呢，我们就发现卧房和走廊的地毯都不见了。在理查的书房呢，竟然还有一个枪库，存放了80多种枪支弹药。此外呢，楼下的床以及柜子家具呢，都曾被位移过了。壁炉里呢，还残留有灰烬，来判断不全是纸张和木材，有些呢是衣物的纤维材料等等。他说我们就决定先重建房屋的现场，必须找到一位熟悉卧室摆设的人呢，来协助重建现场。那这个人呢，就是海伦的朋友Lisa了。当时我们就将房里的床具柜子都移回原位。主卧室的大床呢有2层床垫，上面这一层呢是一张特大床垫，下面呢是由2张单人的小床垫拼合而成的。就在下层的2个床垫外侧呢，有肉眼难辨的7点小血迹，要用放大镜仔细看才能够辨认。那这些血迹呢，不像是精血，从形状判断的是喷溅型的血迹。在收集了这7点血迹之后呢，我们再用联苯胺处理床边，再仔细的检验发现呢，这是自上而下摩擦型的血迹。那血滴溅落的角度为10度，而且在不久之前被清洗过。血型分析为 O 型与海伦的血型是相同的。那血迹在下层的床垫的外端呢，高度只有1米多。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血迹呢？如果被害者是站着被击倒，血迹落下的角度应该大于10度的呀。
李昌钰就说，我不断的在床边推测，最后找出最大可能性呢，就是被害者第一击呢是被打得跪倒了下来，然后嫌犯再出手，鲜血呢就从被害者的头部喷出啊，于是有7点小血点就喷到了床边。同时被害者倒地时头部接触到床垫，而形成了与地面夹角10度的这种血痕。丽莎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就说理查从来不洗衣服，但是浴室里所有的毛巾都被洗过了，而洗衣机里呢也发现了清洗过的床单衣物的。那联苯胺喷在了这些床单和衣物上呢，果然呈现出了蓝色阳性反应，显示呢这些衣物都可能沾染过血液。那丽莎还记得理查几个月前还买了一台长方形的冷冻柜，体积很大，可以将整个人呢横放在里面。由于这个丽查呢喜欢海钓嘛，所以每次的钓的鱼吃不完呢，都放到这个冷冻柜进行保存的。那冷冻柜原来是放在车库内的，现在呢也不翼而飞了。所以李昌钰就判断呢，卧室曾经发生过打斗，而海伦呢也有可能是遭遇不测，理查呢很有可能是涉案，但是尸体去哪儿了呢？经过多次商讨呢，他们就决定寻找目击证人，便在理查家附近呢设置路卡，询问每一个驾车经过的人。结果呢，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天的拦路巡查呢，一位驾驶铲雪车的司机表示呢，在20日的凌晨3点30分呢，风雪很大，他忙着铲除道路的积雪结果就碰到了一部小卡车，后面还拖着一台碎木机，车速匆忙。由于铲雪车将道路拦住嘛，所以这个卡车司机当时很生气，叫他滚开，还对他竖起中指。这个铲雪司机呢就说他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风雪这么大，又逢感恩节的假期路上几乎是没有车的呀。那这个人怎么会拖着一台碎木机赶路呢？据描述呢，这一台碎木机呢就很像是一辆小型的垃圾车，与普通家庭所使用的那种碎木机还不一样。一端呢是一个陡形的入口另一端呢则有一个高高扬起的碎木排出口。于是这个刑警就拿出理查的照片呢，请他指认。结果这个司机就说就是他，他对我竖中指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绝对不会看错的。那司机很肯定的就回答道。刑警就再问道，当时这个人朝哪个方向开去了呢？他说是沿着河边的道路往西走了，有条岔路口呢到森林里的约尔拉湖。那为什么理查会在大风雪中拖着一台碎木机朝湖边去呢？突然之间李昌钰的脑海中就有某种预感，说该不会理查会用碎木机来灭尸毁尸灭迹吧？于是呢，我们将调查的重心就转移到了约尔拉湖了，集中火力呢在这台碎木机上。从铲雪司机的描述中，我们就得知这是台大型的商用碎木机当地呢只有几家公司出租这种碎木机嘛。于是很快就找到了一家在新镇附近的出租公司，也发现呢理查在海伦失踪前的1个多星期确实租了一台碎木机。经理就说呢，理查租了约有1个多星期，在感恩节过后的几天呢才将这个碎木机送回公司。送回来的时候呢，机身上下擦得非常干净，一般这个机器送回来的时候都没人给清洗，没人擦的呀。但是这台碎木机看起来一尘不染，就像是用蒸汽清洗过一样。于是派2个侦查员去检查这台碎木机结果找不到任何的线索和证据，可见清洗的是非常彻底的。于是李昌钰就说呢，他们在康州最严寒的元月重新就回到了约尔拉湖。湖畔延绵20-30里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当时呢风雪交加，地面积雪厚达3米多。他说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海伦失踪的关键就在这个湖畔，而碎木机在弹射抛尸碎屑的时候呢，一定会在湖畔留下一些碎屑的呀。我们只有融雪来搜集证据了。于是呢，他们下定决心就这样干了。他说我们还找出了8个可能停放碎木机的地方加以融雪，过程呢是困难重重的，进展非常缓慢。工作了1个多星期呢，才融了2个地方，而且呢一无所获。紧接着呢，侦查员在第3个地方发现了几片碎骨。专家小组当时马上兴奋起来，架起了帐篷，开始驻营搜索。远远望去呢，就好像是一个考古挖掘现场一样。3个星期之后呢，他说我们就找到了1颗牙齿，这是颗做过多次修补的牙我们马上找到了海伦的牙医，调出了他的就医档案。果然呢，这颗牙齿呢就是海伦的牙齿。而从其断裂的痕迹判断呢，这颗牙齿并非自动脱落的，而是被外力击断碾压过的。于是我们继续搜证陆续有所收获，共找到56块骨头碎片。这些碎片呢都只有1/4左右大小，4边呢都有多面型的切割痕迹。于是我们就推断呢，这种切割的痕迹呢，强烈的就显示了尸体呢是经过碎木机的这个切刀装置来磨碎的，
并且只有经过了大型的碎木机那种切角呢，骨头的碎片才会呈现多面型的切割痕迹。在湖边融雪收集证据的同时呢，我们还派出了蛙人到湖底打捞，寻找更多的证据。过不了多久呢，一位蛙人就报告说呢，他们在湖底就找到了一把电锯。那这把电锯会不会就是查理先用电锯将海伦的尸体切成几段，再送入碎木机内呢？于是他们决定拿电锯回化验室化验，就发现上面的号码呢，与理查购买过的一个电锯的号码是一样的。当时刑警就询问理查是否买过电锯的时候呢，他就狡辩说是的。他说电锯是我买的，但是2个月前呢被偷走了。而经过我们的侦查呢，还发现电锯里有人体组织，进一步检验呢，证实为手掌、皮肤和肌肉的组织。同时呢，其血型为 O 型与海伦的血型是相符的。另外呢，在电锯内还发现一些微小的毛发，经过高倍的显微镜检测呢，显示为白人的头发，并且是染过的头发。那海伦生前呢曾经染发，她总是先漂白后呢再染成金发。同时呢，湖旁的融雪小组呢也找到了18堆头发，一共有2660根。那这些头发呢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人的头上，也是有拉扯和切割过的痕迹。而且这些头发呢也都是染过的。而且不久呢，我们又在这个湖边找到了一个假牙的牙架，假牙的架子上的微物证分析呢与牙医诊所的记录显示这是海伦口中的那个假牙牙架。现场还找到几片碎纸呢，隐约可见海伦和克拉夫茨的字样，像是个破碎的信封。很有可能呢，这个信封呢是在睡衣的口袋中和尸体一起进入了碎木机的，却没有被完全的磨碎。此外呢，最后还捡到了一些类似于女用内裤的纤维，经过比对呢，也证实是属于海伦的。那检察官就认为呢，证据充足，而逮捕了理查。很快呢就要开庭了，李昌钰呢意识到法庭上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问我，假定这个海伦是被这个碎木机灭尸的，你如何证明呢？因为我们的案件的重点呢就是碎木机灭尸嘛，要进行比对的必须切碎一具类似的尸体。那我们本来是下定决心呢，找一具无名尸来做实验，却因为社区强烈的反对而终止，所以不得已呢，只有改用一头猪。因为人体呢与猪体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经过比对呢，碎木机弹出来的这个猪骨碎片与湖边的现场的这个人骨碎片呢，形状是完全一样的，呈多边形的切割痕迹。所以李昌钰就说于是我就开始给陪审团分析重建第一现场，也就是海伦的最后一晚了。他说那是11月18日的晚上7点钟克拉夫茨一家呢吃了晚餐，保姆外出约会海伦帮小孩洗澡。8点呢，小孩上床睡觉，海伦就到了卧室，换上了她最喜爱的蓝绿色睡衣，顺手呢将一封信呢放入了睡衣口袋，准备躺在床上看信。此时呢，理查就进入了房间两个人为离婚的事发生了争执。那海伦转身不理会理查，理查顺手就拿起重物，可能是球棒，也可能是警用的那种手电筒，悄悄地走到海伦的背后用力一击，这一击呢就将他打倒，跪在了地上。于是理查呢再补上一击，海伦头部的血流如注，并且有7点血迹呢喷溅到了床边。同时呢，他在重创后呢，头部着地，摩擦到了床边，留下了摩擦型血迹。海伦倒地后呢，理查就将海伦的尸体用床单包裹起来，放入了车库内的冷冻库内。随后呢，再用浴室内的毛巾呢清洗地毯上的大片血迹。第二天呢，也就是11月19日清晨他就支开小孩和保姆呢，开始毁灭证据了。首先找一辆小卡车呢，来拖先前租好的碎木机。回到家后呢，将染有血迹的地毯呢全部卷起来丢弃。然后19日深夜呢，他将冰冻的尸体搬上卡车，拿出几个月前购买的电锯，以及卡车库中的一些木材呢，开车朝约尔拉湖驶去。那到了湖边呢，他将碎木机停在一个接近湖中央的空地上，先用这个电锯呢将海伦的尸体分段锯开。由于这个尸体已经冻僵了，没有任何流动的血液，因而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血迹。随后呢，理查就开动了碎木机将肢解的尸体连同一些木材呢一起扔入了这个碎木机内粉碎，碎片呢就被抛到了湖中央，但是一些骨头的碎片和头发呢依然留在湖边。在粉碎完所有的证据之后呢，理查就将这个电锯编号还磨掉，然后将整把电锯丢到了湖中。接着他赶回家呢，继续毁灭家中所有的证据，并将海伦的汽车呢停到了飞机场，以转移警方的注意力。他满心以为呢自己是个经过特训的情报人员嘛，而且是一个精心策划、天衣无缝的灭尸计划。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能够利用科学的方法，用身体1/1000的证据呢来逮捕他。
听完了现场重建啊，陪审团经过几个小时磋商之后，很快的做出了裁决。虽然理查始终不肯认罪嘛，但是在这些科学铁证的证据下呢，陪审团裁定了理查谋杀太太海伦的罪名成立。他最后呢被判处了50年有期徒刑。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